这里是中国陕西省扶风县和岐山县的交汇处。村镇上的集市人山人海，每个月最热闹的就是赶集这几天。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路边的风味小吃也吸引着赶集的人。秦腔剧团的巡回演出来到这里。他们演唱的古代戏剧依然是乡村中最有魅力的节目。村民们很难想象，3000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在他们居住的房屋，在村庄与农田的覆盖下，这里不仅埋藏着3000年前一代王朝周王朝的宫殿和贵族们的豪门宅地，而且也埋藏着无数价值连城的珍宝。直到那些挖掘宝藏的人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揭开秘密。3000年前，人们称这里为周原。周原，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它的名字。它的地理位置是距离陕西省西安市不到200公里的地方。它的范围包括今天扶风县和岐山县的20多个自然村落。考古工作者称这里为周原遗址。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2世纪中叶，为了避免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周人的首领古公胆父带着他的族人迁徙到了这里。由于周人在这里定居，从此人们称这里为周原。周人从这时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并在周原建立了他们早期的都城。3000多年过去了，以往人们只能从历史文献中去了解周王朝，直到周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发现了许多墓葬和建筑基址，人们才得以从实物上去印证史书上的记载。周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在周原遗址上，自中国的汉朝，也就是公元前58年开始，就有周王朝的青铜器出土，这在中国的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公元19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朝道光末年，周原出土的青铜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这件青铜器叫毛公鼎，它就是19世纪出土于周原的青铜器之一，现在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鼎内铸有497字铭文，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铭文的内容是说，国王的大臣毛公为了赞颂国王的美德而铸了这件鼎。
这个村庄叫任家村，在1890年，一个叫任志远的农民在村南的土壕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20多件。这就是1890年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中的一件，器型叫鼎，现在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从鼎上的铭文看，这件鼎属于姓克的家族，因此它也叫克鼎。克家族是周王朝时期的贵族，他最早的官职叫师，师就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后来克家族又由师升为膳夫，用今天的话说，膳夫就是专门管理国王饮食起居的官员。由于他是国王身边的人，权力也非常大，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经常是在传达国王的旨意。50年之后的公元1940年，还是在任家村，非常巧合的是，发现克家族青铜器的任志远的孙子又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那是1940年2月1日，中国的春节刚过，田间的农活开始忙了起来。任志远的孙子任登孝，当时雇佣了一个叫任玉的亲属，正在土壕里拉土。突然，坚硬的冻土塌陷下去。起先他们以为是一处废弃的窑洞，当打开洞口仔细一看，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洞内整整齐齐地码放了一大堆青铜器。这批青铜器总共有60多件。消息传遍了10里8村，古董商也闻风前来收购。许多珍贵的青铜器就这样流落民间，不知去向。这些青铜器在给任家村带来财运的同时，也给村里人带来了灾难。一群土匪多次来到这里收抢青铜器，但都是一无所获。因为任家村的村民不是把青铜器倒卖了，就是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多次扑空的土匪急了，他们把挖出青铜器的任玉枪杀在村口，还打碎了一个叫任树森的农民的膝盖骨。至今，这位老人的膝盖上还留着一个大坑，无法正常行走，成了终生的残疾。这些就是1940年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从铭文上看，铸造这批青铜器的有2个人，一个叫梁琦，一个叫伯先，他们都是一个家族的人。他们的官职同克家族一样，也是膳夫，都是国王身边的高级贵族。这就是梁琦鼎和梁琦壶，现在收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梁琦壶出土时有2只，另一只已经流失到了美国。1890年和1940年在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只有一少部分收藏在中国，大部分都已流失国外，或者下落不明。在周原这块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青铜器的出土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巧合。这里是齐家村，1961年，村里的农民种田时挖出了3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它的名称叫簋。在中国的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该有盖子，但是这3件簋却都没有盖子。从器底的铭文，我们知道了做器人的名字叫周我父。这3件无盖的簋出土后，
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时隔23年后的1983年春天，齐家村南面土壕里的冻土因为春暖解冻，一处断崖塌落下来，从中暴露出一个青铜器窖藏，其中有4件带盖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却多出来3件簋的盖子。周原博物馆馆长罗锡章先生61年参加了3件无盖簋的发掘，这次见到这3件簋盖后，他兴奋不已。我一看啊，怎么眼这么熟？这个61年出的这个周国富簋就是这个样子。再一看铭文，它上边也是周国富做什么什么什么。哎呀，我想这可能是一套东西。这2个窖藏的出土的距离呢，只有30米远啊，是一个家族的东西。我于是就把这3件簋盖就背上，乘火车就跑到了西安这个陕西省博物馆去，叫人从仓库里边把周国富簋拉出来。我把盖子一盖，不大不小，正好合适。3000年前的东西分离，到现在破镜重圆了。在周原，3件青铜簋的重合，只是许多看似离奇的故事中的一件。周原出土青铜器的密度如此之大，就好像遍地都是青铜器，而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青铜器窖藏的发现。1976年12月15日，又一个青铜器窖藏在庄白村被发现了。这是一个初冬的下午，村民白新恩像往常一样在田里平整土地，冻土依然非常坚硬。突然，他手中的锄头重重地弹了回来。他再一次挥起了锄头，一件青铜器就这样破土而出了。发现青铜器的农民很快就将消息报告了考古工作队。我一听这个话，很兴奋，立即跑去了，就跑到这儿来，一看，下面是挖了一件东西，已经挖来了。罗先生既惋惜被锄头挖坏的青铜器，同时也不免猜测，这次挖到的会是个什么样的窖藏呢？它会有多大呢？罗先生用随身携带的考古铲在四周试铲了几下，结果又发现了许多件青铜器。哎呀，我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很小的窖藏，是一个很大的窖藏。罗先生立即组织农民把发现青铜器的现场用原木和绳索围成护栏，把围观的群众隔开。周原考古队的工作人员随即展开了紧张的发掘工作。最上面的耕土层被小心翼翼地清除掉了，露出了一层层拥在一起，但却码放得很整齐的青铜器，器物之间全都用草木灰填塞，厚重的器物放在窖坑的中间，轻薄易碎的铜器都夹放在重器之间，以防压迫。由于窖藏坑小，器物多，许多器物都是互相套放的，大器物里面套小的，小的里面再套更小的。像这套叫编钟的青铜乐器，出土时就是大编钟套中编钟，中编钟内再套小编钟。还有这组名叫编铃的7个铜铃，也是大小相套放置的。窖坑的4角各有一只大铜壶，这种铜壶在周朝时是用来装酒的器皿。令人惊讶的是，其中2只壶内竟然装满了清澈的液体。这一发现让考古人员充满了期待。这些液体
难道会是3000年前的美酒吗？化验的结果虽然证实那并不是美酒，但是随后的发现却使考古工作者们激动不已。罗锡章先生发现，在铜壶的液体中还浸泡着别的东西。我就把手伸下去就捞东西，捞出来是一个铜爵，再捞出来还是个铜爵，再捞出来还是个铜爵，一口气捞了18个铜爵，还有骨，一口气捞了4个骨，就这一个大壶里面就捞了是25、6件东西，其他的壶里边大小不同的都到7、8件、10来件。这就是从铜壶里捞出来的铜爵，它是一种酒具，如同今天的酒杯。在中国的夏代，即公元前20世纪左右，中国的贵族们就开始使用这种酒杯来喝酒了。这也是从铜壶中捞出来的铜器，它叫制，和爵一样，也是一种喝酒用的器具。但它与爵的区别在于，爵就像今天喝白酒用的小酒盅，而制却是喝红酒用的高脚杯。更有意思的是，罗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又清理出一件造型十分特别的铜器。当它的器身与盖子合二为一时，一只造型精美、纹饰华丽的绵羊呈现出来。随后，围观的人突然越来越多，把发掘现场围了个里3层外3层。原来这件铜羊出土后，不知是谁跑到附近村子里大喊：“快去看呐，挖出来一只能叫会跳的铜羊啦！”就这样，出土铜羊的消息越传越神，很快吸引来许多看热闹的村民。这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铜羊，它正式的名称叫折弓，在它全身著有包括羊、鸟、龙、蛇、怪兽以及象鼻在内的30多种动物造型和图案。在它的腹部和盖子上分别铸刻着内容相同的40字铭文。虽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神奇，但它最终被权威机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折弓带来的惊喜还未平息，又一件造型奇特的国宝级文物呈现在大家面前。罗锡章先生举着这件宝物，正在向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们讲解它的造型和用途。这件方形的青铜器也是一种鼎，它分为上下2层。上层可以盛放食物，下层的炉盘可以盛放炭火。在它的4角铸有造型相同的一种怪兽，周围还铸有各种立体的动物。鼎的正面有2扇可以开启的门，而门的一侧正是这件青铜器的奥秘所在。一个被砍去右手和左脚的奴隶看守在门旁，这种砍手断足的酷刑在周王朝时期被称作月刑。由此酷刑，这件青铜鼎被称作越人守门鼎。它的用途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紧张的发掘工作终于完成了，伴随着不断发现的惊奇和兴奋，人们总算看到了整个窖藏的全部内容。考古工作者发现，除了一件名叫铜许的器物的口沿，
被其他青铜器压出一道残凹外，其余文物全都完好无损。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在窖藏青铜器的放置上是颇有讲究的。这个窖藏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1米，深1.12米。在这仅仅只有2平方米范围的土坑中，考古人员总共清理出103件青铜器，这也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窖藏。考古工作者将这里命名为“庄白1号青铜器窖藏”。庄白1号窖藏的103件青铜器，全部属于威氏家族，其中有74件铸有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涉及到威氏家族的7代做器人，同时也涉及到自周王朝建立以后300多年的历史。这种器物名叫盘，是周王朝的国王和贵族们在祭祀礼仪上敬手时接水用的器皿。这件盘上有威氏家族叫强的这一代人的标记，所以它也被称作强盘。强盘是这批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它上面总共刻铸有284字，分成为前后2段。前一段铭文颂扬了周王朝的7代国王，尤其是最早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周文王是最早带领周人迁到周原的古公胆父的孙子，他是周王朝第一个得到王者称号的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周王朝的开创者。这件青铜器叫东簋，在他的铭文中记录了一位叫东的将军受周文王的派遣，率军征伐一个名叫犬戎的游牧部族的经过。获胜凯旋的东将军为了感谢自己的母亲，用周文王赏赐的铜铸造了这件纪念品。周文王开创周王朝的历史，还在周原出土的甲骨中得到了证实。这2片刻有伐蜀和克蜀的甲骨片，向人们传达了周文王征伐古蜀国的信息。周文王征战四方，扩大了统治的领土，与位于中国中部的商王朝形成了对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2个王朝并存的局面。周文王去世后，他的儿子继位，成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父业，于公元前1046年亲率数万周军向商王朝发起了进攻。商王朝被推翻了。3000年前，东方最强大的国家周王朝诞生了。这件青铜器名叫厉簋，又叫武王伐商簋，
他的铭文就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件大事——周武王灭商。让我们再回到庄白一号窖藏的墙盘，看看第2段铭文记载了什么。强在第2段铭文中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在周王朝建立的时候，威氏家族的祖先来朝见周武王，国王赏给了他们大片的土地。几个世纪以来，威氏家族既是周王朝的大臣，同时也享受着尊贵与优雅的贵族生活。庄白一号窖藏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大，种类也多，包括了鼎、簋、尊、牖、盱等20多种器型。它们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还涉及到周王朝各种不同的礼仪。在周王朝之后，也就是2000多年前，与基督、佛陀同时代的中国圣人孔子，曾经用他一生的著作和实践，向人们传播着他所遵从的周王朝的礼乐制度。这些制度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通过眼前看到的这些青铜礼器反映出来。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伦理规范，也是人们的身份和地位的标志。那些贵族们的生活状态，也通过这些青铜礼器传达给了我们。当时贵族的身份等级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表现得非常充分，比如吃饭的时候要有很大的排场，特别是正式宴请宾客，不同身份的主人与客人相互宴请，使用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有着严格的制度和要求。直到今天，在中国甚至亚洲有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都在延续着这种习俗和礼节。周王朝的青铜器除了实用性的礼器外，还有成套的乐器。在周人看来，音乐本身就是对人性情的一种陶冶，所以在举行各种礼仪活动时，一定要配合音乐，因为音乐可以使礼仪活动分出步骤，划出阶段，产生庄重的仪式感。因此，礼仪和音乐又是不可分割的。这种礼乐制度的基础，在周朝的初年就已经奠定了。像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这组编钟，多达20多件，还有7支编铃。这些乐器都印证了当时的王公贵族们，无论举行什么样的礼仪活动，都会配有音乐的演奏。人们由此可以想见，周原的那些豪门贵族，昔日就是生活在这种礼与乐的奢华之中。这种礼乐制度不仅适用于活着的人，同时也适用于祭祀祖先。按照史书中的描述，鼎是用来盛放肉食的，在它下面还可以生火，而簋是用来盛放黍，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作黄米的一种主食。根据周代的礼仪规定，
天子也就是国王，享用9鼎和8簋；诸侯也就是周王朝的附属国的王，可以享用7鼎6簋。用5鼎4簋的主人是大夫一级的大臣，3鼎2簋是上士的等级，下士则只能用最低的1鼎1簋。考古工作者曾经在一个叫散伯车夫的贵族青铜器窖藏中看到了5鼎4簋的配置。对照铭文，人们知道这个贵族的等级是大夫，从而对应了周王朝礼仪制度的规定。而在另一处青铜器的窖藏中，人们还看到了3鼎2簋的配置，知道了主人的身份是上士。然而，在庄白1号威氏家族的窖藏中，却出现了完全相同的8只簋，但相配使用的鼎却没有出现。那么，这些鼎是不是埋到了别的地方呢？专家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大约公元10世纪，也就是在中国的宋代，周原就出土过一个鼎，铭文显示它是一个叫兴的人做的。从强盘的铭文中，我们得知兴正是强的儿子，因此这个鼎也属于威氏家族。威氏家族的窖藏中竟然出现了8只完全相同的簋，难道一个贵族享有天子，也就是国王的待遇吗？或者他真的胆敢违背了礼制？天子呢，一般呢最高就是9鼎，就是周天子是9鼎啊。那么现在在一些比周天子低的一些大臣或者是诸侯的墓里面，就发现9鼎了，就认为这是僭越了啊，说这是礼化月崩的一种表现。我个人的看法呢，还不尽相同。专家认为，从以往周原贵族墓葬出土鼎和簋的配置情况分析，结合威氏家族这8只簋的形制来看，它们应该是5鼎4簋的2套，从而说明威氏家族应该是属于大夫级别的高级贵族。那么周原到底有没有出土过国王使用过的青铜器呢？除了这些贵族的这个青铜器之外，在这个周原还出过一件厉王时候做的一个青铜器，它叫胡簋。这个周厉王的名字叫胡吧，所以这个簋呢，这是叫胡簋。公元1978年5月5日，齐村村民修建这座水塘时，推土机意外地挖烂了一件青铜器。罗锡章先生赶到现场后，见到的是100多块青铜残片。他和一位焊工一道，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些破碎的铜片焊接起来。修复后的这件青铜器，就是有“簋王”之称的胡簋。它不仅形体硕大，造型精美，更重要的是器底铸有124字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第11位国王周厉王祭祀祖先的祝词。胡簋是目前所知的极少数明确的周代王器之一。此外，周原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叫鱼的青铜器的底部。根据上面的铭文记载，它也是一件王器。周代的青铜礼器和乐器，通常是摆放在王室或是各个贵族家庭的宗庙及居所中。那么，埋藏这些青铜器的窖藏附近，可能就有相应的建筑存在。标尺所在的位置，就是庄白1号青铜器窖藏的出土地点。考古工作者经过对窖藏周围的钻探和视觉，果然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建筑遗址。他们在遗址内发掘出一排石柱础，柱础之间的距离达到3米远，还出土了大量的周王朝时期的陶器残片、瓦片、红色的烧土块和白色的石灰墙皮。从公元1976年开始，
由陕西省考古部门联合北京大学考古系和西北大学考古系，对周原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经过2年的时间，少陈村和凤雏村旁边2处大型建筑基址呈现出来。凤雏村旁边这组建筑基址，经过碳14测定，大约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属于周人的宗庙建筑。它坐北朝南，以中轴线为基准，从广场起，经过大门、中院、过廊到后室3进院落，东西厢房布局。差不多4000年，从上头一直下来，考古学发掘的遗址遗迹和文献对照起来，我们知道4坡顶、2层檐、中轴对称布置，一道一道的门进去，这样的一个布局，也就是前堂后室的居住方式。变成管理朝政的话，就是前朝后寝，后边睡觉，前面办理政务，一直将近4000年到清朝不变。这是中国清朝的皇宫紫禁城，它和北京胡同里的民居四合院一样，在建筑格局上与3000年前周朝的宗庙建筑没有多大差别。公元1999年，一支联合考古队又在周原遗址的云塘和齐镇之间开始了第2次大规模的建筑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的，历时1年半。夯土的房屋台基被清理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屋柱和台阶的位置。在离夯土台基不远的地方，考古人员清除泥土，看到了大量破碎的瓦片堆积。考古发掘表明，中国是从周代开始在屋顶用瓦，起先是在草顶上局部铺瓦，随着制瓦工艺和产量的提高，逐渐改为全部铺瓦。在清代的皇宫紫禁城里，宫殿上瓦的样式与周代的瓦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将陶瓦换成了琉璃瓦。而在北京的民居四合院里，房顶上的瓦和周代的瓦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实际上，直到今天，周原遗址所在的各个村庄的民居上仍然遍布着与周代完全一样的瓦。天上的雨水顺着瓦的凹槽滴下来，容易冲坏墙基。周人就在屋檐的四周密密麻麻地铺上一层鹅卵石，雨水打在上面就散开了，再顺着明沟流走。今天人们称这圈鹅卵石叫做散水。考古工作者往往根据散水的位置来判断屋檐的最外端。这处建筑基址中，其主体建筑的样式和规模，经过考古专家的研究判断，已经初步形成复原的方案。而接下来发掘的结果，又为考古工作者们提供了新的线索。他们在主体建筑前清理出一条 U 字形的路，整条路用鹅卵石铺成了精美的图案。这条 U 字形的路位于建筑基址的正南方，人们从古文献中找到了与之对应的技术，并且重新解释了它的作用。在这幅考古平面图中，庭院东边是主人行走的路，西边是客人行走的路，两条路的交汇点
正好是大门的位置。考古工作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一直在试图复原地面建筑的样子。生于1723年的清代大学者戴震曾经绘制过一幅周代的宗庙图，它与今天考古发现的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因而考古工作者对于复原地面建筑更是充满了信心。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经过缜密的研究，终于将这处建筑基址的地面部分复原出来，使这座3000年前的建筑原貌得以再现。地面建筑复原后，考古工作者很容易就与史书中有关周代贵族在居所接待宾客的礼制记载联系起来。就让我们在这处复原的基址上演示一下这个过程吧。首先是客人来了，主人要迎接到大门外，两人见面后一起往里走进大门。出了门洞，两人就面对面互相作揖，这是揖拜。然后互相分开往里走，主人走东边的路，客人走西边的路。走到堂前站住，两人转向对方作揖，这是2拜。而后两人转身顺着台阶上去，来到堂内，再转过身作揖，这是3拜。然后两人在堂内就坐，主人面向西，客人面向东，因为东方是最尊贵的方位。直到今天，中国接待外宾时仍然沿用着这种落座的礼仪方式。新的考古发掘依然在进行之中，人们期待着新的发现来解开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秘密。周原在整个周代，即使是在王都迁到封号之后，它依然保持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周原的定义应为周人的圣都，因为周代的贵族甚至国王每年都要定期回到周原举行祭祖仪式以及重要的宗教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延续达到800年，周王朝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基本奠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基础，而且它也是中国文化上的黄金时代。它所创立的礼乐制度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周人来说，周原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梦。